AI 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，比人类要聪明极了。你不能说你让它牵着你鼻子走。所以我觉得像《红楼梦》啊、《牡丹亭》啊这一类的东西，更应该扎根，有自己的文化的认同，一种精神领域、心灵的东西，你才不至于被 AI 牵着鼻子走。平常我在家里边的时候多，每天的生活挺忙的。这个是我的书房，就在这里写作，差不多晚上11、12点钟才开始，一写到差不多天亮。我还欠了好多文债。我呢喜欢买书、藏书啊，那么一辈子这书舍不得丢。那么从高中的书都还有一些，1万册运到台大去了。我留一些，这里是很少部分。像这一些，都是我的那个作品翻译成各个文字的。关于《红楼梦》的《牡丹亭》啊这些书，所以我一天大概吃完晚饭那个时候，总要在这里花个1、2个钟头看电视。这幅字非常有历史的意义，大画家许悲鸿送给我父亲的，这些都是我外祖父留下来的一些清朝的字画。这些词典是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人物，这是史湘云、林黛玉、黛玉葬花。这么多年来，如果说对于《红楼梦》做了一点事情的话，成一本的《红楼梦》是我促成的，重新出版最好的版本呢，几乎绝版了。我觉得是意义非凡。《红楼梦》一开始的时候，道人唱了一个好了歌嘛，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古今将相今何在？荒冢一堆人没了。我觉得这是人生的这个认识，很多那个凡人镜花水月他不会过的。好跟了的解释是，好的事情那时候是了断了、了无了，也可能是了解。其实佛家讲的就是，本来一切它都是无常的嘛。要是有这个认知呀，你的心是能放下，不会执着。我觉得这《红楼梦》是对人生很大的一个启发。我生下来就是抗战那一年，这6岁以前，桂林是山清水秀。1944年，日本人就攻打桂林了，我们家搭上最后一班火车逃走的。回头一看，整个桂林火海一片，我们的房子一下烧光。所以那时候就给我开始就是哇，人世间是无常的那种感觉，你就会放心了。不能说你无常，你什么都不去做，做了他还要走掉的。但是你做过了，做过以后，那可能就有影响的。作为中国人，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子，我们这个文化的构成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一方面有积极进取入世的这种哲学，儒家的时候都是就是鼓励经世济民啊，这种抱负啊，求功名、叫念书什么东西，到今天还是有影响的。我想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了。从青少年一下子要进入社会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人海茫茫，一定会有这种恐惧。到了中年的时候，挫折来了，有的丢光了。有的犯法了，但是中国人有道跟佛在后面，受了挫折，他可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也许他超越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比较有弹性，像一根竹子，你把它弯的，对不对？你手一放，绑它也弹回去了。我自己讲自己是昆曲义工啊，我们在北京大学开昆曲课开了10年，各种的大学都来，起劲的不得了。
训练了一大批大学生对昆曲的认知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演出呢，刚刚演完，2024年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2004年他们头一次到台湾来，我培养他们的时候，他们20出头小伙子，现在都成绝了。那20年来演了近500场了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观众，这个要紧。开始那几年是我完全参与，我是总制作人了。什么都得管，跟他们到处跑码头。现在因为年纪大了嘛，到高雄替他们去演讲啊，演完了第2天累倒了，心里边还是很高兴。我现在认为这是天命，不是演一出戏，是在抢救一个正在衰落中的中国的文化瑰宝。情在中国的文学里边几乎是这种宇宙间的一种原动力一样的，我们都在内海晴天里边的浮沉。那么现在有些年轻人很玩世不恭的对这个爱情不相信，可能他受过挫折了。今天牡丹演的时候，有大批的年轻人去看，有一个15岁的国中生男孩子哦，看完了以后追着我后面说，他感动得哭流泪。老早在西方就有这个理论说，哎呦，浪漫爱情死掉了啊，我看未必。知道它的复杂性，知道它的善变性，可能对这个情，我觉得还是存之于心。有时候有点困惑的，你看这个战争还是重复又重复，人类怎么永远不会没有智慧去学的这个东西，不从我们的历史，不从得到教训的呢？到现在我不能说我对人有多大的、有多深的了解，不过呢，当然现在因为年纪大了嘛，阅历也多了，所以很多事情比较通透。听你自己的心嘛，就随着它走吧。